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奇效实验室的范雪伦，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冷便当的制作记录。便当日的前一天，唯一要准备的只有煮饭要用的米，因为要拿来做饭团，建议要淘洗到水变得清澈后，进冰箱泡一晚，这样比较容易煮得粒粒分明。如果没有洗掉多余的淀粉，米的触感与口感都会比较黏糊一些。小孩的午餐平常都是学校准备的，只有在登山活动的时候需要家长帮忙准备便当。通常我会5点半左右起来，先煮前一天泡好的米。今天简单的只做一道主菜，意式香料鸡左节瓜。鸡腿肉前一天已经解冻好，先用纸巾把表面的水分擦干，然后在两面各撒一点海盐，这样可以让鸡肉更入味，也顺便带走多余的水分，煎起来的香气与口感都会更好。今天要做的是香松饭团，用的是无添加的香松，味道比较清淡，所以会放的稍微多一些。准备1小碗的盐水，捏饭团之前稍微沾一下，米饭比较不粘手之外，饭团会比较有光泽，另外还带有一点点的防腐效果。小孩子都很喜欢迷你饭团，虽然很可爱，但除了需要模具之外，做起来还比做大饭团来的麻烦。如果你也跟我一样是购买市售的模具的话，记得在操作的时候把米稍微压紧一点，会比较好脱模，成品也比较不容易散开。海苔也是用模具压出来的，整个过程会感觉不太像在做饭，比较像在做劳作。像这样轻轻一压就可以成功脱模了。最后再把海苔粘上去，迷你三角饭团就完成了。用来搭配饭团的是在冰箱发酵第4天的小黄瓜，因为饭团已经完全放凉了，所以可以直接摆在同一格。加一点白芝麻油，拌匀后撒点芝麻就很美味。最后来准备主菜，先把鸡肉出的水分努力尽量擦干，煎的时候才不会被飞溅出来的油给吓死。用铁锅煎肉，锅子先烧到冒烟，然后转小火，倒油，最后再放鸡肉。一个小细节是记得先下肉的那一边，因为蛋白质遇热会收缩，如果先让鸡皮的那一面受热，皮会缩得比肉还小，美观和口感上就可能会差了一点。可以看到这面煎得很漂亮，而且完全不粘锅。这时候只要耐心等到它煎到金黄，煎到差不多之后，在鸡皮上面补一点盐，翻面，接着拿一张烘焙纸盖在鸡腿肉的上面，再压个重物，让鸡皮受热更均匀。刚开始煎，因为鸡皮会大量出水，油的喷溅量很多，烘焙纸可以帮忙挡油。等到喷溅的声音开始变小，就可以来确认一下鸡皮煎得如何了。状态很好，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节瓜放进来，和鸡肉一起煎。当鸡腿肉的两面都煎到金黄的时候，喷油也变少了，这代表肉里面多余的水分已经蒸发了。这时候起锅刚刚好，接下来就只要把节瓜的两面也煎到金黄就完成了。这样煎出来的鸡腿排皮脆，形状完整，也很好切。在鸡腿排上撒一点意式香料粉，把满满的节瓜装进便当盒，今天的便当就完成了。最后就记得先留着盖子，不要盖上，等待热菜慢慢放凉。趁这段期间，可以自己也吃一顿丰盛的早餐。最后盖上上盖，放上保冷剂，就可以打包了。
热气散光后保持低温的状态，即使是夏天放到中午也没有问题。菜色很简单，是原型食物的天然风味，希望能够像在日本铁道旅行时吃到的冷便当一样美味。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内容，我是来自奇效实验室的范雪伦，希望你今天也吃得很好，我们下次见。